你愿意花35个小时坐火车去旅行吗？这一次我们从西雅图出发，一路向南，搭乘火车前往洛杉矶，全程2200公里，沿途穿越美国西海岸最壮丽的风景线，这就是被称为全美最美火车线路的海岸星光号。透过车窗，你会看到太平洋的绝美风光，也会触碰到美国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我们还预定了一间双人房，打算在这35小时里把生活搬进火车，在车厢里用餐、休息、看风景。影片最后，我们也会公开这次旅行的全部花销，那就跟着我们一起开启一段不一样的火车之旅吧。古早台湾味儿，儿时的回忆，猪耳朵。现在是早上6点半，我们今天要坐火车去洛杉矶，然后我们现在要从房车里出发了，就要一路坐公共交通，看看这个美国的公共交通怎么样。我们的旅程是从西雅图的市中心开始的，第一步我们要先从市中心搭乘公交车前往西雅图的轻轨站。还能看到这个车已经走到这儿了，然后还有6分钟它就走到我们的位置。还有6分钟。倒是挺实时的，它一会儿又会更新。天上下起了毛毛雨，这就是我们公共交通的第一个感受嘛，就是湿和冷。哇，我们的公交车来了，非常准时。OK， 我们上到这个公交车的第一感受是早上没什么人，然后那个它的车的座背还都是那种美国传统的不锈钢。对，所有的你看美国的火车是不锈钢。洗手间是不锈钢，然后这个车的座位也是不锈钢，就主打一个耐用。然后呢，还有一个第一感受呢，就是一进来之后车是香的，也不知道是它我怀疑是整体的一个香水的味道。对，可能是就是收拾过了，干净了。是没有那种就是想象的臭的感觉，没有。Thank you， 拜拜。我们花了20分钟时间就到站了，真快啊！还是挺快的啊，比想象的快多了。那走吧，咱们去坐轻轨。好，我们刚刚下了西雅图的公交车，然后下车以后无缝衔接就是这个城铁，就在我后面。轻轨站是啊，我以前以为美国就没有这种车的，是，然后没想到西雅图是有这种轻轨，他们有很多人去坐这个车，从郊外然后到西雅图去上班啊、上学。这还有语言选择。对。它点痣是可以切换中文的。哟，这也太好了吧！对，咱们可以买车票卡，然后每次就可以充值了。对。OK， 就这样的一张卡。OK。我们这次乘坐的是西雅图的城市轻轨，在美国这样的轨道交通其实并不常见，毕竟美国是个车轮上的国家，大多数城市都靠高速公路和私家车，轨道建设又贵，审批又慢，常常一拖就是几10年。所以今天能在西雅图坐上轻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体验。我感觉很亮啊，这个车很像瑞士的车。是，就是它一进门的感觉就很像瑞士的车。是，好干净哈。对，但是你看它的座椅，其实跟刚才的公交车是很像的啊。我不知道这车用了多长时间了，但是它好新啊。而且我们刚才刷卡进站的时候，其实在地铁外面刷一下卡，然后上来。就是没人查，也没有那种挡板，对，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它比日本还要再开放一些。对，看这个铁道是前轨的，也就是你现在其实可以走过去的。这写着呢，不让穿过。这是什么人呢？难道是这个火车站的建造者吗？咱们就是去这儿，这叫 Amtrak， 就是美铁，这个就是火车站吧？对，这叫南第4大道。你看这边全是中文。然后对面呢就是 King Street Station， 就是我们要去的 station。我们现在在火车站前面那个过马路，然后感觉这边尤其今天有点阴天，就感觉好凄凉。这个城市特别安静，这是一种美式的凄凉。我们现在来到了火车站，然后我感觉好像一个博物馆。这个火车站特欧洲，特别的复古。这个火车站应该也是很有历史了，感觉。然后这边呢是进来之后是一个连廊。然后里面呢就是候车的大厅。我们这次火车旅程的起点就是西雅图的国王街车站。这座车站建于1906年，它的外观是一座红砖钟楼，从远处就能看到，很像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风格。这里曾经是西雅图最繁忙的火车站，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起。后来因为航空和公路的发展，一路冷清衰败，直到2013年，经过一次大规模的修复，车站又恢复了当年的优雅。高高的天花板，玻璃吊灯，白色大理石柱子。走进来就像穿越回了上个世纪初。现在这里是美铁的主要枢纽，我们乘坐的海岸星光号列车就从这里出发。原来坐火车人这么多啊！是啊，我还以为美国人都是坐飞机呢。是，外边街上没人，然后里面就特别热闹。The Starlight 这个车是9点55开，去洛杉矶。我们现在坐在了火车站的老木椅子上。
非常高的一个木椅子，坐上去的时候有咯吱咯吱的那个声音。对，然后这个椅子呢，我感觉是一个整体的实木。对，应该是一个很有历史的老椅子。小雨刚刚在这边唯一的一个咖啡厅买了一杯咖啡，对，然后是3无产品，上面连标都没有， 5美金。对，然后就是我看到他一个人在那儿手搓咖啡，对，很忙碌的，速度有点慢。对。整个车站一阵骚乱，海岸星光号开始登车了。终于找对队了，就是在这儿排队的这个门代表了你是硬座还是卧铺。然后我们是卧铺，所以我们要在3号门，并不是大部队很多人的那个5号门。Perfect. See that, gentlemen? Oh. Gigantic door. Thank you. 完全正确，进入了你该进的门。耶！对了。你看他也不扫码，他就看一眼。啊。3221 down to your right where the seats are,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hird door. Third door. 哇，这个车全是铝的，是我觉得很像咱们的房车啊。是，看，我真棒哎，这车的经久耐用啊。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海岸星光号的时候，一下就被这银色的不锈钢车身惊艳到了。这种设计最早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由美国的巴德公司发明。他们开发了一种叫喷射焊接的电焊工艺，可以把不锈钢牢固地焊接在一起，同时保持它的防锈特性。所以从那时起，这种闪亮的、充满未来感的外观就成了美国铁路的标志。甚至在加拿大、澳洲，后来在日本也都用过这种工艺来制造火车。而今天它就停在我们面前。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车厢，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吧。1132，好，这就是我们的1132。来 ，sleeping， 你看 sleeping car， 赶快上吧。哦，我们是要上楼。如果提行李的话，确实非常困难。是，所以说不能提大行李。你看这个台阶非常小。哇，这很窄啊！哇，很窄啊。我觉得是这个。我看到23号了，是吧？这就是卧铺啊！对，这是我们的房间21， room 21。哦啊，这里可以睡觉？对，可以。等我先进，我先进来。先进来。我们紧急的 room tour 一下吧。这是我们的21号房间，然后看进来，这是2个座椅。是。就是如果它是座椅的话，还是很大的；但如果它是床的话，感觉就有点小小的。等于就咱俩对坐。对，对坐。有一个小小的储物吧，对，这实际上是台阶。对，台阶可以踩的。可以上上铺。是。对，其实这个上铺在这里。是，然后这个是床，要放下来是吧？对，放下来它就是一个上铺。那这一会儿咱们再研究啊。对。然后这边呢，这有衣架。然后这有2个手巾，哇。在我身后呢，这个旋钮呢是调空调的冷热，然后下面还有一个120伏的接口，也就是说你如果带一个插销板的话，就可以给自己所有的设备充电。对，然后这还有一个床头灯，可能是。然后这儿呢，这应该是可以挂衣服的吧？是。这也是可以挂东西。对。这边好小。然后这座椅这边是有一个可以开灯的地方。看很小的一个按钮。OK。然后这可以开白天的灯，然后晚上的灯是这样，很暗。还有夜灯。对，有夜灯。这是可以开关空调。可以让它有风或者没风，是吧？对，这上面是个灯。这是在上面，如果在上铺的话，可以按到它。底下有垃圾桶。这个角落扔了2瓶矿泉水给我们喝，特别粗糙。是。还以为是别人扔的呢。以为是别人落下的。还挺沉的。往上提，然后这样可以打开。这桌板怎么有点斜呢？确实有点斜啊，它也不能再往里了，只能这样。了。它是有点斜的。是啊，是不是坏了？对，我也怀疑它是不是不太紧了。一会儿咱们再研究一下。这个桌子打开是个棋盘，是不是可以玩五子棋啊？可能是。然后再把它放回去。那我想问一下，我睡哪儿？一会儿。这是有一上铺，只能睡1个人。睡2个人，就是下面的这个沙发可以把它给放倒。沙发变成床。对，沙发变成床，然后上面是一个单独的床。那你选上头选下头？我觉得我应该睡上头。好吧。因为我比较小嘛。行。
哦。走了，车走了啊！车走了，车动了。我们要去洛杉矶了。我觉得咱们一会儿消个毒吧。我觉得有的地儿摸起来黏黏的，怪怪的啊，怪怪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老的火车了，可能。我们这次长途火车旅行选的是 roommate 房型，房间里有2张面对面的座椅，晚上可以变成上下铺，适合1到2个人，包含餐食。想要更宽敞一点，可以选择 bedroom 或者 family bedroom。房间里有独立的卫生间，家庭房可以同时容纳2位成人和2位儿童，一样包含餐食。短途旅行的乘客大多会选择价格便宜的 coach 座位，但餐食要单独购买。双铺上下铺，然后这边是一个长的沙发，主要是这儿有一个小小的洗漱池，这可以洗漱。这儿，你看，啊，这还有一个座位，对，慢点 ，Oh my god！ 我天哪，车这么晃！对啊，太晃了。这个车晃到就是好像已经无法正常的行走了，感觉。对，而且大家都得去吃饭呀，是啊，然后都得去浪着去看景色。对，那大家都会在这个车来回走。那些老年人，刚才我差点我撞到玻璃上了都。对啊，这儿有一个衣橱，然后是可以打开的，对，可以打开，还可以挂衣服。这是一个洗漱间，小雪。应该是。然后有一个马桶，然后这边呢，这边有一个简易的这么一个可以冲凉洗漱的，然后它还给了这种沐浴露啊什么的，还挺方便的。有一个大按钮。哇！我们的这个房间就是卧铺的房间哈，就可以随意的倒这种纯果汁儿，而且刚才我们品尝了一下，这个果汁相当的好，就是那个 Costco 那种纯果汁儿，23，看来很管用啊。夜里太吵了，我这边一点看不出来哪边是哪边啊，没有地图啊。我们2个人现在在非常摇晃的火车之中，想找那个休息室。但是这太晃了，我现在都已经想吐了，感觉。这个火车它会左右晃，上下晃。而且现在我们已经几乎快找不到自己卧室了。You can't get through downstairs anywhere. Okay. 我们到餐车了，这就是吃饭的地方。这是我们的餐车，像我们住单间的这些人呢，就可以都在这儿吃饭。然后每天早中晚，一共可能有5顿饭吧，都可以在这儿吃。吃饭的时候呢，两边都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景色，两边的景色都能看到，窗户非常的大。我觉得这挺棒的，因为这个车厢感觉非常的宽。是在这儿待的时候会感觉很舒服哈。对啊，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可以观景的 lounge。对，这是一个全景的车厢。哦，这儿漂亮，这漂亮。海岸星光号的名字其实融合了过去2条经典的列车 Coast Daylight 和 Starlight。在 Amtrak 成立之前，它们是南加州最具代表性的线路，后来被整合延续，才有了今天这趟从西雅图到洛杉矶全程35个小时的旅程。一路上，火车会穿越华盛顿州、俄勒冈州，最终到达加州的洛杉矶。而此刻，我们正在经过的奥林匹亚，这里是华盛顿州的首府。在这个车厢，乘务员会一直在讲解，就是路过的这个每一个站有什么历史，然后还有这个路过的风景。在海岸星光号的观景车厢里，会有来自国家公园的志愿者为大家讲解沿途的地理和历史，一边看着窗外的风光，一边听他们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这也是这趟列车独有的特别体验。现在在餐车用餐，但是现在这儿的座位是需要 share， 大家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对，所有人，无论你是几个人，最后都是要共享一个桌子。对对对，有一些小小的尴尬。午餐的时间终于到了，我们提前预定了用餐时间。火车上菜单选择并不多，这一顿我们点了安格斯牛排汉堡，还有一份牛肉饼芝士三明治，这算是很经典的美铁便当了。菜单里也有素食可以选择，当然也少不了非常甜的甜点。我觉得跟外面那种早餐很像。悄悄问你一句，你觉得尴尬吗？尴尬，特别尴尬。但是还好，我现在已经免疫了。吃着午餐，列车继续一路向南。
我们的火车驶入了俄勒冈州，就要到达波特兰了。下来休息一下，我们到波特兰了。啊，很快啊，这个车其实。我们看着点门不要关上。对，但是它还好，它这是手动关门。波特兰这站呢是停的时间比较长，大概半个多小时，所以让我们可以随意逛一逛。对，可以什么买杯咖啡啊，然后喝点东西。OK，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波特兰的火车站，也是一个很有历史的火车站啊。欢迎来到波特兰联合车站，它建于1896年。那时正是美国铁路最繁荣的年代，也正因为这座车站，波特兰成为了西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火车把这里和西雅图、旧金山甚至更远的城市连接在一起。今天我们乘坐海岸星光号经过这里，依然能够感受到那股属于火车时代的独特氛围。这有一个电话亭太逗了。哦，你看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以前打电话的地儿啊。我身后的这个柜台是最早以前卖火车票的柜台，应该是看自己的这个票是吧？啊，对，应该是什么车几点出发？对，然后你看你就站在这个位置，然后就可以去买票。我刚才还以为这是卖咖啡的地方呢。对，这个牌子特像咖啡厅。我们两个人来这个波特兰的站，然后现在不让出去了。是要等到2点，然后我们都有点担心，因为我们的车就在后面，也就怕车走。Welcome aboard. Welcome aboard. Report. You're very welcome. Wonderful. Wonderful. Thank you. Thanks for having us over. Hey, 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body run. Run before they catch us. Yeah. Have a nice day. 1132。3，对。OK 了。OK， 上。对。成功了，没事，你到这儿就行了。耶！回来了。我学习了新的开门方法，来，我教你。好暴力啊！厉害。在刚才观景的 lounge 下边呢，有一个小的，叫什么售卖的一个窗口吧。然后这边放着它的菜单，上面标注着你要买什么早餐啊，或者是小零食啊，或者是可乐、咖啡这些东西，每个东西多少钱。然后你在这边呢。往那边就可以去买这些东西，但是好像是说，如果你买扣式座位的话，是不包含你的什么早餐啊、午餐这些东西的，就必须买那种就是房间的人才包含它的这些餐食。可以，这个椅子还可以。这是3个人。哦，这是3个的座位。这也是，你看。如果订这种单间的话，你就可以有这种免费的饮品啊、吃饭啊。是，那他给你打咖啡的时候有没有要你什么出示你的票什么的？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他怎么判断你是住这个卧铺车的呢？我也不知道，对吧？可能他只是出于一种信任，或者是他觉得无所谓吧。驶出波特兰，其实波特兰这个城市，我们在去年我们2个人就来过，并且住过了一段时间。这些路呢，其实我们看到这路都是我们走过的路，但是呢，火车很有意思，就是它穿过了很多我们当时没有，就是靠城市边是的这个位置，但是它能看到就是说这个波特兰中心的那个河流是，然后旁边的这些，其实我们看到了有好多无家可归的人哈，就是这个有帐篷，对，但当时我们开车可能从主路上过就看不到，对，乱糟糟的。是。火车慢慢地驶出波特兰的市中心，接下来迎接我们的是俄勒冈州的风景。小雨带了很多零食，看看都有什么。不让我们这个旅程无聊的话，然后我们去超市买了一些零食，话梅，台湾叫可乐果，以前我们叫豌豆脆，猪耳朵，其实是一个小饼干吧。我看上面写着叫干妈店，发音对吗？对不对？是不是之前我记得是干妈店？台湾3元。
有点清凉哎。是吧？对我感觉不是特别完全像话梅的那种，就像果脯，咸咸酸酸的。古早台湾味儿，儿时的回忆，猪耳朵就跟饼干似的，但是没有那么甜嘛。面粉，然后可能是2种面粉和好的吧，加了料之后，然后它一烤，对，就是这个没有什么糖。哎，我觉得这特别适合自驾游的时候，包括咱们现在坐火车，就是稍微有点饿，就吃几个就行。对。以前我小时候吃的时候，它叫豌豆脆嘛，然后买的这是蒜味儿的，原味儿，也是嘎吱嘎吱的，这行了哈，还是那个味道啊，还是这个味道，好吃。给我来一个。现在大陆的这个豌豆脆不是那个味道了，是吧？对，但是台湾人还是那个我小时候吃的味道。这是秘密吗？放松力气 SKG 的这个按摩仪是我们最近一直在用的。在这趟35个小时的长途火车旅行里，我们还带了2款特别实用的放松小帮手，一个是 SKG 的颈椎按摩器，它有7种仿真按摩手法，还能热敷。坐车久了脖子容易僵，这时候戴上它，就像有人在帮你按摩一样，很快就能放松下来。而且它只有2个苹果的重量，旅行带着也完全没有负担。另一个是 SKG 的腰部脉冲按摩仪，长时间坐着腰就很容易酸，用它的14种脉冲模式加热敷，能够缓解腰部冰凉的僵硬感。后面呢，这个所有点都在你的皮肤上微微的震动，然后中间那个点还在加热。这个按摩器呢，你还可以连接手机，手机可以调它的按摩的模式啊，还有按摩的这个强度啊，然后你都可以改变。或者女生每个月痛经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转过来热一热肚子呀，然后也是很管用的。如果你和我们一样长期对着电脑工作，或者因为经常出差腰酸背痛，这款产品就很适合你。现在下单输入我们的优惠码 DBXYSKG888就能享受20%的折扣。具体下单链接和方法我们都写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了，期待你的体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俄勒冈的尤金这个地方，然后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去年也都来过，但是这其实就是一个乡村，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特色。对，现在因为在这一站呢，也有很多人会下车，然后还有一些人会上车，但是我们一直坐到洛杉矶，坐到终点站呢，就在这边休息一下就行，不要走太远就好了。可以下车放松一下。从尤金出发，列车继续南下。现在窗外正在经过的是俄勒冈州的威拉米特山谷，大片的农田和果园在夕阳下显得格外的宁静。观景车厢里，阳光从巨大的落地窗洒进来，光影在桌面和桌椅之间跳跃。有人安静地看着窗外发呆，有人轻声交谈。那一刻，整个旅途都慢了下来。在日落时分，列车正在经过的是克拉马斯湖，这里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我们也到了享用晚餐的时间。好了，我们2个人来吃晚餐了。对，我们晚餐有新的菜单，然后有前菜、主菜这些东西，然后据说好像还有一杯免费的酒。今天的晚餐这桌子只有我们2个人吃，是没有别人预约了，太好了，我们2个赶刚好。对，因为说实话，就是有别人的话，我们不太方便拍，对，因为也尴尬。对，我们就只能对着盘子拍嘛，对吧？对，就比较挤，因为这个座位本身就很小。对，其实就是人挨人嘛。对，看看这个环境，外面就是 Oregon 的湖泊，特别大的湖泊。因为俄勒冈这个州就是最著名的就是它的水特别多，所以说我们会在俄勒冈的这个阶段会经过很多这种森林和湖泊，有很多的水系。珍珠天妇罗虾其实就是炸的那种虾，外面包着那种面浆、甜辣酱，甜辣酱，虾味儿挺明显的，但是它的口感其实不是没有中午的那个土豆那么酥脆。今天喝 IPA 啊，相当的苦，苦涩，好喝吗？好喝，来一口吧。一会儿吧。这是牛肉配上土豆泥，还有一些豌豆吧。嫩，好吃。虽然说我要全熟吧，肥瘦刚好。你这是现煎的吗？是现煎的。我的这个是三文鱼，然后配上藜麦，还有一些豆子。
这个三文鱼是它菜单上面画了新型的一个菜，可能是它的特色菜吧。我们在车厢里惬意地享用着晚餐，窗外的天空从暖暖的金黄色逐渐变成蓝色。坐在火车上，可以慢慢看着陌生的风景从眼前掠过，感受时间一点一点的流淌。正是这样的节奏，让火车的旅行多了一份独特的浪漫。天色已暗，我们的火车已经驶入了幽深的森林之中。然后整个天色，现在我们这个全景天窗已经变得很黑了。对，一会儿随着天气的逐渐变暗呢，也就没有任何风景了。我们一会儿呢要回去铺床，一会儿拍给大家看看我们是怎么设置我们的上下铺的。它其实那个小屋子非常小，是提前去设置一下，不要等大家都睡了咱们再去做，好吧？对，哎，哦，放倒了。OK， 哦，放下来了。这有一个开关，哦，它是带阻尼的。对，你看，免得床一下掉下来。这儿有一个档的位置，对，然后也就是它有几档，它是不会完全说一下砸下来的。上面这是安全带，然后这有2套被褥，这是真的。哦，然后就可以把上面那套拿下来就可以了。是，然后你这上面还有一个放东西的网吧，这是？可能是吧？放东西的网。我感觉我以为还是吊床呢。这个过道其实非常的窄。应该不会，我觉得主要是你拍摄。对。因为你不能在屋里嘛。对。我要完全操作的话，我只能在里面呢。对。所以说咱俩一会儿可能会先坐在下面待会儿。对，但是就没有靠的地方了。哇，这儿的服务还是很周到的，就是有人帮助铺床，如果你需要的话，刚才服务员就很快就帮我铺好了，还教我灯光怎么使用，觉得挺好的，而且他把这个被褥都帮我铺好了，包括上面的褥子都帮我铺好了。就是小雨洗澡回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睡觉了。楼下有3个卫生间，然后还有一个淋浴间。进来之后就是一个马桶，然后把这块这样一锁就可以了。这边呢就是一个洗脸盆，然后有放垃圾的，然后洗手液也有。哇，这边还是有点晃。这有杯子，这个杯子可以用来刷牙。然后这有一个大镜子，这边手纸、卫生纸，然后还有这种擦手纸，还有挂的这种hook 挂钩都有。然后这边呢，这块是一个平台，这是给妈妈用的，就是带着婴儿可以把这个台子放下来，然后把婴儿放上去换纸尿裤的。然后这边也有这种马桶上的纸巾，这种垫子、纸垫，然后卫生纸什么的都有。就是确实是空间还是比较小一点的。这个洗手池是必须你按着它才可以洗脸的，而且它会那个水会飞溅出来。这个房间是洗澡间，然后进来呢，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大镜子，然后这边有放了一些毛巾，这种沐浴露，这给了一个肥皂，然后这儿可以挂衣服。OK， 我刚才只是简单的冲了一下脚，没有洗澡，但是我觉得很舒服啊，这个水特别流畅，这个水流是够的，非常好，就是你洗澡都没问题，而且非常的暖和，而且这个帘子也是可以就是储存这个温度的，所以在这里面洗澡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它是2间的嘛，干湿分离，特别好。这个红色袋子是放毛巾的。如果你有问题，如果需要急救的话，这还有一个 button， 你可以去打电话。无论是营地啊，还是房间啊，它都有一个 quiet time， 安静时间，就是大家全都不能什么播放音乐啦，或者在外边玩了，不能打扰别人，然后就大家都进入睡眠时间，这个特别的好。然后
小雨，你要上铺要小心脑袋，然后那个上面磕人，还比较矮。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小一点还好吧。看一下啊，我上来。我觉得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坐起来。如果你打算头朝哪边？哎，我头朝这边吧。行。我现在坐在这儿能感觉到这个空调的风在吹我，但是你看我现在这样、坐在这里就是这样的。对，然后你赶快把安全带系上。哎，这个安全带是怎么系的？挂上面那有一铝的那个框。这样。对。啊，那就是避免我掉下去，是。这个很搞笑啊。搞笑吧？那它这个兜儿也不是很结实啊，感觉。没事，他就兜你一下，就让你就躺在这儿了。哦，你掉不下来不就完了吗 ？OK 吧。行吧，这个设定。可以。我看到它的被子，我感觉还是挺薄的，而且这个被子，你看它其实是一个毯子。这个毯子让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就像是它没洗过一样。因为一般来说，如果被子外面罩床单的话，它肯定洗床单嘛。但是那这个东西它洗过吗？好吧，那我就当它洗过好了。你不要心里那么大压力，好吧？好吧。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筐可以放东西的，没有那个充电的地方是吧？对，楼上没有充电的。这个设计一般啊，充电只有一个。对啊，这屋里只有一个。那就很不方便啊，因为你怎么样，楼上楼下的人都是要充电的嘛。是。刚才服务员给我们铺的时候，这个单子是有一个隔脏单的，把这个单子铺在它和这个被子之间就可以了。OK 了。隔脏点儿，被子可以睡觉了。早上好，我们刚刚睡了整整一宿，可以说是晃了整整一宿。因为这个火车的感受呢，就是特别吵，而且火车一直在鸣笛，它可能经过很多这种岔路口。我以为只有白天去鸣笛，但是在晚上也还鸣笛。我感觉它的拐弯特别的多，它不是一条直线，它一直在这样兜。我不知道它是为了绕房子呀，还是说整个这个山里的这个地形就是非常复杂。然后大多数的这个铁轨都应该是甚至有100年历史。睡得还挺好的，因为头一天毕竟起得很早，然后也比较累了，就是一觉到天亮吧，算是。现在是清晨了，看远方有那个淡淡的日出的迹象了，然后天还是蓝色的，不锈钢皮的这个火车特别好看，整个这个站台呢还有一种淡淡的黄色，有一种很复古的感觉。这个火车非常像我的 Airstream 的皮啊，上面还有一些铆钉的痕迹。然后这是双层火车，我们的卧室就在上面，应该有一些人已经下车了，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人要上车。现在是我们的早餐，现在的光线特别的好，然后我们2杯咖啡。Cheers。是它的特色法式吐司，然后上面是奶油，然后放着草莓的这种，然后配上这种培根。今天是我们火车之旅的第2天，一早呢，我们呢就不知不觉的经过沙斯塔山，然后我们没有看到沙斯塔雪山，这太可惜了。对，因为我们5点多起的，按说应该能看到，但是我们实际上天亮的时候沙斯塔已经过去了。后来我可能仿佛明白了，是因为是我们从西雅图往这边往洛杉矶开的，如果反向的话，可能是会在白天路过沙斯塔山，对，风景会更好。
然后呢，我们早上啊还是就是吃早餐的时候4个人坐一起。它这个设置有一点问题，就是它硬让大家去聊天儿，因为你面对面，你抬着头就能看到对方，没办法的。然后其实是有空的座位的，但是呢，他就非得让你把这个4个位置全填满。对，所以说有时候会导致可能4个人都不认识。对啊。反正我们观察就是身边有的座位就是没有话题了，就大家也可能也比较累了，就不想找话题了，就都不说话了。第二天清晨，火车在薄薄的晨雾里飞驰，眼前的风光已经和昨天大不一样。绿色的森林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加州特有的金色山坡和干燥的草地。海岸星光号从这一刻开始就要向着大海方向行驶，这也是这列火车最精华的一段。Living off bread and homemade wine is gonna be fine by me. We've been staying inside for quite some time, living on the edges of a world gone by. We lost Bill Withers and we lost John Prine, picking up the pieces of a world gone by. In a world gone by, in a world gone by, picking up the pieces and staring at a ceiling of a clear blue sky. In a world gone by, in a world gone by. 还有轮椅呢，你看这个铁篦子呢，这就是它的区域。太残破，那这些人就常年在这住，可能是吧。你看也不知道从哪儿拿的椅子，还有。一下车就看到这个大牌子，这是站牌。对，然后这边就是经过了好多这种田野，这种菜的，什么我看到好多人收菜的，你看现在整个这个光啊，整个这个画面都已经有点那种土黄色了，就说明我们已经真正到达加利福尼亚州了。确实是我们俩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状态了。是。竟然在这个航线上有这么多的垃圾和这个流浪者，对，全都是垃圾。你看这有帐篷了，啊，你看一个一个的房子啊，还弄一国旗。你就看到，你就刚才我们下车的时候，感觉到外面非常非常热，特热，就是那种热到你不能在外面待时间长的。但是他们就在太阳底下搭个帐篷，然后还有那种房车，然后就住在里面。我天哪！太阳能板，你看，这都是房子，有人的，都有人，就在这高速边上，这是一高速。对，你看，这也是，搭的一个棚子。他上房间来就是预约餐厅哈。对，就是午饭晚饭还是预约制的。然后呢，他来每间问。火车正在穿过的是加州著名的萨利纳斯山谷，窗外丘陵起伏绵延，阳光耀眼，视野开阔。在翻过圣卢西亚山脉以后，我们终于抵达了圣路易斯站。这座悠闲的小城也是通往最美海岸线的起点。我们现在到圣路易斯站了，然后这个站真是阳光啊，全是阳光，哇，超级充足阳光。对，就是那种加州的阳光嘛。啊，对，加州阳光真不一般的。对对，名不虚传啊，这跟我们在的华盛顿州确实太不一样了。对呀，我觉得就是你只有前后都走一走，才能知道每个城市的不一样。小雨，咱们俩去车头看一眼，走。好 ，bicycles。嗨。Thank you。Thank you。哦，这边你看，这边就进城市了啊！对，这个站离城市好近啊。对，就从这儿进，它没有检票。对啊。太神奇了吧？对啊，直接就上车啊。对。哇哦，这是车头的那种发动机的，好像是。这是车头啊！哇哦，真是不行，真是不行。
太热了这个地方。我们从华盛顿州过来，简直是不习惯这儿的这个太阳了，已经。我们的火车再次启动了，我们下一站就是这个火车最精华的段落，就是 Santa Barbara 这个海岸线真正的海岸线的这个段。对，它真正的叫海岸星光号的地方。我们的旅程终于迎来了最期待的时刻，从圣巴巴拉开始，海岸星光号就驶入了整段旅程中最美、最经典的海岸路段。现在是下午6点半，我们呢都到 lounge 里面来看落日的阳光了。是。我们刚才一直都是阴天，然后就这一刻，阳光出来了，黄金时刻。而且现在我们是沿着海峡在走，在我面前就是距离海的这个崖特别的近，就在这儿。哇！这边就是悬崖。特别的赞，就是看这个落日。对，整个这个火车这趟行程这一段是最棒的，就是简直如梦幻一般。因为我们坐在一个钢铁的堡垒里面，然后外面就是大海，然后这边就是悬崖。对，这个是加州的海。是，也就是整个这回值回票价的就是这一段。对。And of course we do have. Beer, wine, and cocktails. So once again, this will be last call. And then folks also, once we arrive at Simi Valley, Conservation Park will close.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s a great time to start gathering those personal belongings. Make sure you've got everything with you. Please double check those mini closets underneath your seats. 要下火车的我们，现在还有10分钟，我们就要下车了。对，现在已经晚上8点半了。哇，哦。Miss Taylor, we're now arriving Los Angeles. 好，这是在卸行李。我们的旅程就到此结束了，我们已经到洛杉矶了。你看这边 Michael Ryland， 没有坐过洛杉矶的这种公共交通。我们这回全程体验公共交通。对，从西雅图开始，是吧？对。最后到达我们的酒店，就从上面直接加这个卡就可以了。对，从你的钱包里找到它，然后充值就行了。对，谁说美国落后的？对啊，很方便啊。还是不锈钢的啊，对，全线不锈钢。对，就是这些东西可以拆，然后但是皮是可以万用的。感觉还行，感觉就是没人气。对，你看，其实这儿已经有警卫了。对，好像真的一样。说实话，我现在看这个地方，我都觉得不像美国，我感觉跟韩国特像。但是你不觉得没有人吗？对，没有人。不过现在已经9点半，快10点了。挺紧张的2个人。现在感受啊，就所有的这个树根啊，这些阴暗的角落全是尿骚味儿。对，所以我们还是挺紧张的。对，就是这种当趟啊，就是因为在美国是当趟是最乱的。这好像是一个日本酒店，是吗？好了，这就是我们海岸星光号列车的全部故事了。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别忘了点赞支持我们。咱们下次旅程再见。Kids are running around, climbing the trees, picking the flowers and chasing the bees. Living off bread and homemade wine is gonna be fine.
fine by me. 然后说一说我们这个行程的一些感受吧，就是因为我们就感觉这个美国铁路包括沿线啊经过的地方。三楼对，整个这个美国铁路沿线嘛，都特别的破旧嘛。对。然后火车的其实也是，就是里边其实也不是很新，就是如果对比起欧洲和美国来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然后我就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些原因，其中有一些原因啊，就是我看到就是比如说在美国的铁路呢是以货运为主，对，不是载人为主的。对，其实我觉得美国人特别实际，在于他建了这条铁路，就希望它是可以多用的。是，但是呢，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搭乘飞机了，飞机和飞机公路，对，飞机的机票其实很便宜又快，是，所以不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就是这种火车。你比如说咱们坐的这个火车，实际上比飞机票要贵。对，尤其是我们这个单间嘛。对，所以说如果你不是为了感受历史，感受这种古老的感觉，就是你肯定是不会选这个的。对，所以我觉得有两种人选择，一种人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想看一看这个风景啊，对，然后是走一个这种单间的这种感受，像我们这种博主吧。对，但是对面也有人，但还有一种就是想要更便宜的这种从西雅图到洛杉矶的这种方式，可能一个人150多块钱，对，坐硬座，对，那个 coach 就是像也是我们这种座位，对，更便宜，对，但是他就是一晚上他不能躺下睡觉的这种。是，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整个铁路沿线啊，在历史上就都是工业区和这种小镇，然后呢没有景观的优先权，所以说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破败的这种村庄。对，你想想火车每天都经过那么多火车，多吵，它不可能有好的这种公司啊，这种生活区，对，包括我看到一些居民，就是在这个他的房子也并不是很好的房子，对，包括有很多流浪汉也选择在这个地区，就感觉是我见过美国最破的房子，就在整个这回这个火车体验上。对，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文化偏好，美国人优先呢开车或坐飞机，其实呢，我理解就是其实载人的这种火车呢，其实已经早就被淘汰了。其实对，应该是。所以说经常会说啊，没有高铁，怎么没有高铁啊，是吧？就是说，因为它一个是它的地形，还有一个说他想把这高铁一条直线打通，还得拆多少房子呀？对，它的这个体制是不允许的。对，它非常艰难。是，然后而且相当于就很少的资金会投入在这方面上。但是其实我们买这条线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旅游的这种心态来买的，那很多人可能也是一种心态。但是如果是这个质量的话，其实它就不能成为一个旅游线路。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床铺其实非常的硬。对。就一晚上我睡醒了之后腰很疼，就是我翻来覆去，有的时候会被它的那个喇叭吵醒。对。它会就是一直摁喇叭。还有一个它的枕头太薄了，然后我都把我的衣服垫在枕头下面。对，所以应该会有人选择，比如说从西雅图可能到塔科马，就是很近的这个距离。显然美国人不可能更多的选择火车，对，可能会更多的选择飞机或者是开车自驾。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游览美国的方式还是开车自驾。好吧。Running out of medicine, everybody's crying and it's leaving us dry.